好，欢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。歌手最后一期常规赛了，了解姨太的朋友都知道啊，我和大家一样都在等着看这场比赛最后的赢家。当然，姨太对歌手的评价或许不应该叫做评价，只能说是我在听歌的那一瞬间想到的东西的记录。如果说这些记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为你提供一点参考，那我就很开心啦。第17首发歌手全都安全晋级，第1名华晨宇。自从华晨宇产生负评风波后，舞台上的华晨宇依旧保持着自己原有的态度和风格，但是他的成绩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辉煌，时常在3、4名徘徊，中途阶段甚至落到了备选淘汰的名单中。这期华晨宇带来了强迫症。强迫症是华晨宇火星3部曲的第2首，曲风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火星的态度，另类、独特、前卫。在整场的表演中，虽然台下的观众席空空如也，但只是面对着冰冷的摄像机和重大的直播压力，华晨宇依旧能够一登台就十分沉浸在自己的表演当中，如痴如醉。时隔多期，华晨宇终于再次拿到冠军了。第2名萧敬腾。萧敬腾老师带来了一首原创歌曲，终于拿下了本季以来最好的成绩，第2名。此前萧敬腾在第2期的时候拿到了第2名外，剩下的时光便是在被奇袭和成绩在倒数位置两者之间持续的煎熬。萧敬腾老师真的太苦了。第3名周深。周深本期带来的是一首没有发表过的歌曲，自己按门铃自己听。他把这首单曲把歌手当作首唱舞台，这首单曲虽然是一首新唱出来的歌，但它却是在10年前就已经被编写出来了。当时高晓松老师制作了自己按门铃自己听这首歌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歌手来唱。后来周深结识了高晓松老师，周深也成为了高晓松历年来力捧的新人之一。当时高晓松准备把自己按门铃自己听放在周深的将要发表的专辑里，但是由于那时候的周深诠释太过于青涩，没有很好的完成这首歌的境界，所以非常遗憾。今天周深在歌手的舞台上成功的把这首歌表现了出来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仿佛在告诉自己的恩师高晓松，高晓松也十分真诚的评价周深的天赋嗓音以及成长的变化。第4名徐佳莹。徐佳莹真的是太过有自己的才华了，每一首歌经过徐佳莹的翻唱都能够带给歌曲属于徐佳莹的味道。姨太个人认为徐佳莹是在这个舞台上最会咬字发音的歌手之一，她的声线并不是那么的独特，但就是能够带给观众舒服的体验和温暖的回味。本场的科普勒原本就是一个很温暖的歌，更能将徐佳莹最大的个人特色发挥出来。但是非常遗憾，每当徐佳莹拿出自己最为擅长的慢歌情歌的时候，成绩总不是那么的耀眼。第5名米西亚。米西亚老师带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，依旧是十分强大的唱功，可谓是全场最佳最为成熟的表现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米西亚的成绩排名总是不太理想。当然同样也是被米西亚老师舞台场景圈粉的一天，真实美丽的樱花摆放在舞台上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。歌手第17首发歌手们几乎是被保送进入总决赛，之后便是最为紧张的突围赛了。姨太希望袁娅维一定要突围成功，没有袁娅维的舞台上真的少了太多的特色。在歌手当打之年这个节目目前的阵容里，华晨宇和周深是热度和关注度最高的2位人气选手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而跳脱开音乐本身，仅从歌手当打之年这个节目本身来说，华晨宇承担了节目开播之初吸引粉丝和话题的任务，而周深无疑是节目组需要的那个从这个节目中破圈而出的，能带来新的话题和亮点的人。而再回归到歌手这个身份本身，个人觉得华晨宇和周深也有很多殊途同归的奇妙之处，值得拿出来被说一说。类似的专业背景，类似的出道之路。华晨宇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，从小就接触音乐，富足的家庭条件也有足够的能力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音乐的环境。小学的时候就学习了长笛，之后在爸爸的支持下又学习了钢琴等等。周深比华晨宇要小2岁，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美声专业。
最开始选择了感兴趣的医学专业，但最终还是决定遵循内心对音乐的喜爱，转到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学习美声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在做歌手这件事儿上，无论是华晨宇还是周深，有的都不单单是嘴上说说的热爱。两个人都系统的学习过音乐知识，受过专业熏陶，都算得上是科班出身。年龄相差不大的周深和华晨宇出道的时间也是相差无几，就连出道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差不多的，都是通过当时炙手可热的选秀节目。2013年，华晨宇在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《快乐男声》中获得冠军而出道，而1年之后，周深则在浙江卫视的《中国好声音》中崭露头角。出道之后同样类似的破局之路。从出道时的关注度来说，获得了冠军的华晨宇似乎起点要比周深要更高一些，但其实这两位同样有着专业的音乐背景的歌手，似乎在同样选择了选秀这种看起来很草根也很容易的出道方式时，就注定了两个人会有类似的破局之路。首先，尽管无论是快乐男声还是中国好声音，虽然都是音乐选秀类节目中的佼佼者，但是不可否认，在华晨宇和周深参加的时候，都已经不是最佳的黄金时代。而他们在出道的时候要面临的破局之路，在一探看来，几乎在当时就是有迹可循的。华晨宇满身音乐才华，如何突破固有人设？当时从超级女声到快乐女声的确已经到了一定的瓶颈期，而在这个瓶颈期之后，最后的辉煌就是唱着绵阳音的曾轶可。而华晨宇因为相对比较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内向的性格，所以在出道之初的确是有点被向女版曾轶可的方向打造的。这种打造方式也的确迅速帮助华晨宇吸引了大众的关注，但是给华晨宇带来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。而华晨宇的性格给不熟悉的人的印象可能也更接近于孤僻。但其实客观来说，如果看过他在很多综艺节目中的表现，你会发现他的性格最多可以说是内向或慢热。从出道时的固有人设给人造成其实并不怎么会唱歌的感觉，到内向的性格，再到其实相对小众的曲风，都决定了尽管华晨宇有着出众的音乐才华、庞大的粉丝基础，但是他要收获更多人的认可是一条挺漫长的路。周深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曲风并被大众所接受？相比华晨宇，周深幸运的一点是，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和才华是在出道之初就被大众迅速看到和认可的。中国好声音在周深参赛的那一季转身之后也看不到真人的看点，可以说也是为周深量身打造的。但是从两人的选秀成绩就可以看出了，尽管很多的人更快认可周深是一个会唱歌的人，但是相比得了冠军的华晨宇，无论是关注度还是粉丝基数，周深在起点上还是输了不少的。甚至可以说，6年前大多数人应该都觉得周深只是昙花一现，毕竟这才是99%的选秀歌手的常态，大概连周深自己都没想过自己慢慢能红起来。周深独特的嗓音是他最好的武器，也是一把双刃剑。毕竟真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嗓音，更重要的是，真的也不是所有的歌曲和曲风都适合用这样的嗓音来诠释的，更何况是要把歌曲诠释的既周深又不雷同。3. 歌手当打之年两人类似的选歌态度。这一季无论是米西亚、徐佳莹、萧敬腾还是袁娅维、吉克隽逸等，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。而做得最好的，我觉得就是目前在这个节目中最亮眼的华晨宇和周深。在一众的歌手中，不难看出，在允许演唱自己的歌曲之后，华晨宇是选择自己的歌曲的频次非常高的选手之一。事实上，华晨宇现在最需要的，也就是让更多的人意识到，他在乐坛立足靠的不是特立独行的性格，而是有着鲜明的特色的音乐风格和曲风。相比华晨宇，周深在选歌的时候相对更多元化一些，也更偏向于在证明质疑他的嗓音有局限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，他可以诠释的风格其实很多。而那首《达拉崩吧》更是告诉大家他的嗓音和实力到底能把歌唱成什么样子。从两个歌手的歌单中就不难看出，无论是周深还是华晨宇，都属于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活得非常明白的人。所以相比之下，冠军谁属真的还重要吗？
有排名就有套路，听歌呢就是为了让自己放松，所以啊，不如就从一众歌手的歌单里找到自己听着最顺耳的那几首循环播放，充实一下自己的曲库才是上上之策。当然，如果你非要问我看好的冠军是谁，那我想答案可能是米西亚。真心觉得华晨宇和周深就是两个热爱音乐、坚持理想的年轻人，感觉这季的冠军可能是个烫手山芋，米西亚拿对大家都好。当然，仪态更有私心，如果在华晨宇和周深之间选的话，更偏向华晨宇。我只知道天色越黑，星星就越闪亮，人间万般不值得，但是他值得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